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每次提起《孙子兵法》这4个字，脑海里蹦出来的第一个东西，是书架那本积满灰的旧书，是培训课上一个穿西装的老师，对着 PPT 念那2句有名的句子，是朋友圈卖课的人，配着孙武的头像发了几句鸡汤，你随手点了一个赞，放下手机，该干嘛还是干嘛。这本古书你从来没真正读进去过，不是因为你懒，是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你这本书真正在说什么。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让大多数人后背发凉的真相：孙子兵法根本不是一本教你打赢的书，它是一本教你永远不要打的书。这句话你先记住，等我全部讲完，你会明白这6个字到底有多重。2500年前，中原大地正在经历一场史上最惨烈的大洗牌。春秋到了尾巴上，周天子的权威彻底塌了，那个维持了几百年秩序的礼乐制度，被一场接一场的吞并战争撕成碎片，大的吃小的，小的吃更小的。诸侯国从最初的100多个被消灭，被同化，最后剩下10几家，互相盯着对方的喉咙。这是一个彻底的丛林世界，没有国际法，没有联合国，没有任何道德底线能保护你。你只有2条路，要么你吃掉别人，要么你被别人吃掉。就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叫孙武的人从齐国跑到了吴国，他带了一捆竹简去找吴王阖闾，那上面写的就是后来被称为《孙子兵法》的13篇文章。但我要告诉你，这13篇文章里真正最核心的那颗心脏，被后世几乎所有人忽略了。大多数人读到的是计谋，是战术，是怎么排兵布阵。但孙武真正想说的是另一件事，一件更冷酷、更深刻、更让人脊背发凉的事。他想说的是，战争本身就是一场失败，不管你赢了还是输了，这才是孙子兵法最底层的逻辑。好，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先说孙武这个人，你要读懂一本书，必须先读懂写书的人当时处在什么处境里。孙武，字长卿，齐国人，他出身贵族，但他活的那个年代，贵族的身份早就不等于铁饭碗了。齐国内部政治卷得厉害，几个大家族互相碾压，孙武看透了这一切，选择离开。注意这个选择，这是一个极其清醒的人做的决定，他不是被流放的，不是被迫逃亡的，他是自己主动走的。他跑到吴国躲起来，写书，这个细节太重要了。一个真正懂兵法的人，第一个选择是什么？不是去打仗，是去写书，是去思考，去总结，去把自己对战争的理解变成文字。这本身就是一种不战而屈人的气质。后来吴国有个大臣叫伍子胥，把孙武推荐给了吴王阖闾。吴王阖闾是一个野心极大的创始人型君主，他刚刚通过一场政变抢到王位，急需对外扩张来巩固自己的权威，急需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他看了孙武的13篇，眼睛一亮，但他不完全服气，于是发生了历史上那个著名场面。吴王说：“你的理论我看了，但你能不能用实际演给我看？”孙武说：“可以。”吴王说：“那就用我的宫女来操练吧。”这是一个测试，也是一个陷阱。用宫女练兵，怎么可能成功？吴王心里是这么预设的，他想看看这个齐国来的书生到底真有本事，还是只会纸上谈兵。孙武接受了，他把180个宫女分成2队，任命吴王最宠爱的2个妃子当队长，然后开始下令。第一次击鼓，宫女们哄堂大笑，没人动。孙武说：“规则不清楚，是将领的责任。”他又讲了一遍规则。第二次击鼓，宫女们还是笑，还是乱成一团。孙武说：“规则已经讲清楚了，不执行是队长的责任。”然后他下令把2个妃子拉出去斩首。吴王慌了，赶紧派人来说：“我已经知道将军的能力了，这2个妃子是我最爱的，请将军放过他们。”孙武说了一句话，那句话是整个孙子兵法精神内核的具象化表达。他说：“臣既然受命为将，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受。”然后2个妃子被斩了。第3次击鼓，所有宫女整齐划一，令行禁止。这个故事大多数人读到的是孙武的铁腕和纪律的重要性，但我要告诉你，这个故事真正在说的是另一件事。孙武在向吴王传递一个信号，将来如果你真的要打仗，你必须给我绝对的权力，
你不能用你的个人情感来干预军事决策。这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在上任第一天就把规则摆清楚了。他用2个妃子的命换来了吴王的信任，也换来了自己在军队里的绝对权威，这个代价冷酷到让人窒息。但这就是孙武，他不是一个有温情的人，他是一个把战争理解到骨头里的人。正因为理解的深，所以他比任何人都更冷静、更残酷，也更清醒。好，现在进入《孙子兵法》的核心内容。我不打算按13篇的顺序来讲，那太无聊也太学术了。我要用4个维度把这本书的底层逻辑彻底拆开给你看。第一个维度叫算账，《孙子兵法》第1篇叫计篇。很多人以为这个计是计谋，是奇谋妙计，错了。这个计是计算的计，是算账的意思。孙武在这篇里开门见山说了一句话：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翻译成现代化，就是战争是一家公司最重要的战略决策，关系到所有员工的生死和公司的存亡，必须极其慎重地去评估。然后他提出了著名的武士7计。武士是什么？道天地将法。道就是你的事业有没有人心，你的员工愿不愿意为你拼命，你的战略目标有没有得到上下一致的认同。天就是时机，你选择的时间点对不对。地就是地形和地利，你所处的环境和位置是否有利。将就是你的将领，你的核心管理团队是不是足够优秀。法就是制度，军队的组织架构、后勤补给、赏罚体系是否完善。7计是什么？是在武士的基础上把你和对方做对比。你的老板有没有对方的老板更得人心？你的将领有没有对方的将领更有能力？天时地利谁占优势？军队的训练和纪律谁更好？赏罚是否公正？兵力是否充足？士兵是否训练有素？你把这些全部算清楚了，然后得出一个结论：能赢就打，不能赢就不打，就这么简单。但就是这么简单的逻辑，2500年来被无数人忽视了。你知道历史上有多少场战争是在没有算清楚的情况下打的吗？你知道现实生活里有多少人是在没有算清楚的情况下就一头冲进去的吗？创业没有算清楚市场竞争资金团队就冲进去了，跳槽没有算清楚新公司的真实情况就辞职了，投资没有算清楚风险就把钱砸进去了，谈判没有算清楚对方的底牌就开口了。孙武说：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算得越仔细，赢的概率越大；算得越少，输的概率越大。压根没算过，那就等着被人收拾吧。这是孙子兵法的第1个底层逻辑，叫凡事先算账，不要靠感觉，不要靠热情，不要靠运气，先算账。第2个维度叫成本。孙子兵法第2篇叫作战篇，这一篇是整本书里最容易被人忽视，但我认为最有现代商业价值的一篇。孙武在这里做了一件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他算了一笔账。他说，打一场仗你需要多少钱？他列了一张清单：战车1000辆，革车1000辆，带甲之士10万人，千里馈粮，内外之费，宾客之用，交期之财，车甲之俸，日费千金，然后10万之师举矣。翻译过来就是，光维持一支10万人的军队出征，每天的花费就是1000金。然后他说了一句极其清醒的话：其用战也胜，久则顿兵错锐，攻城则力屈，久抱失则国用不足。打仗拖得越久，军队的战斗力就越弱，士气就越低，国家的财政就越吃紧。所以他得出结论：兵贵胜，不贵久。打仗贵在速战速决，绝对不能拖。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每次读到都觉得震撼的话：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真正懂得战争的将领是百姓命运的主宰，是国家安危的关键。这句话背后隐藏的逻辑是什么？是孙武对战争成本的极度敏感。他不是一个热爱战争的人，他是一个极度厌恶战争成本的人。每一天的战争消耗的都是真实的人命、真实的粮食、真实的财富、真实的国力。这种敏感在那个时代极其罕见。那个时代的贵族
打仗是荣耀，是游戏，是证明自己的方式。他们不在乎成本，他们在乎的是胜利的光芒。但孙武不一样，他把战争看成一门生意，一门必须计算投入产出比的生意。你付出了多少成本，你得到了多少收益，收益能不能覆盖成本，这是现代商业思维的核心逻辑。但他在2500年前就写进了兵书里，所以他说：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后勤补给从本国运输，但粮食要想办法从敌国获取。为什么？因为从本国运输的成本极高，他算过，从千里之外运一石粮食，到前线路上消耗的粮食可能是20石甚至更多。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打到哪里就在哪里，就地补给。这在现代商业里叫什么？叫轻资产运营，叫以战养战，叫用对方的资源来打对方。这种思维是一种极度成熟的资源配置思维，但更深层的含义是，孙武在说，打仗不是目的，打仗是手段，而且是成本极高的手段。所以能不打就不打，能快打就不慢打，能用最小代价赢就不用大代价赢。这是第二个底层逻辑，叫极度重视成本。第三个维度叫不战而胜，这是孙子兵法里最著名的思想，也是被误解最深的思想。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句话几乎所有人都听过，但大多数人理解的是，不用打仗就能让对方投降，这是最高境界。然后他们就停在这里了。他们没有继续问下去，怎么才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孙武的答案藏在谋攻篇里。他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最高级的战争是在谋略层面就把对方赢了，第二级是通过外交手段瓦解对方的同盟，孤立对方，第三级才是直接打野战，最下策是攻城。注意这个排序，孙武把打这件事排在倒数第二位，把攻城这种硬碰硬的消耗战排在最后一位。他说，攻城之法为不得已，是迫不得已才用的方法。为什么？因为成本太高了。他算过，修建攻城器械要3个月，挖掘土山又要3个月，将领急于求胜，驱使士兵像蚂蚁一样爬城墙，结果1/3的士兵死了，城还没攻下来，这就是攻城的代价。所以孙武说，真正的高手是在对方还没有完全形成战斗力之前，就把对方的战略意图给破坏掉。用现代语言说，就是在竞争对手还没有成长起来之前，就通过各种手段让他无法成长，可以是收购，可以是挖人，可以是专利封锁，可以是资本围剿，可以是舆论打压，可以是标准制定，总之就是不让他长大，不让他有机会跟你正面交锋，这就是伐谋。而伐交就是断掉对方的外部支持，让对方的盟友保持中立，或者直接倒向你这边，让对方变成孤军奋战。这在现代商业里叫生态位竞争，叫供应链控制，叫渠道封锁。你把对方的上游供应商、下游渠道商、合作伙伴全部搞定，对方就算产品再好，也没有办法触达用户，没有办法获得资源，最终只能被动挨打，甚至主动投降。所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是一句玄学，不是空话，它背后是一套完整的竞争策略体系。它的核心逻辑是，战争是最后手段，在动用这个最后手段之前，你应该已经在谋略层面、在外交层面把对方的胜算压缩到最低了。等你真正动手的时候，已经是胜券在握了。这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真实含义。这是第三个底层逻辑，叫赢在开打之前。第四个维度叫形势，这是孙子兵法里最深刻、最难理解也最让我着迷的部分。孙武在形篇和势篇里提出了2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形和势。什么是形？孙武说，先谓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等待对方出现可以被击败的机会。这句话里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逻辑顺序，先做防守，再做进攻，先确保自己不会输，再去想怎么赢。这和大多数人的思维是反的。大多数人想的是我怎么赢，我怎么进攻，我怎么打败对方。孙武想的是我怎么确保自己不输。这是2种完全不同的竞争哲学。前者是进攻型思维，充满攻击性，但也充满风险。后者是防守型思维，看起来保守，但实际上更高明。因为孙武深刻地理解了一件事，胜可知而不可为。胜利是可以预见的，
但不是可以强求的，你无法强迫胜利到来，你只能做好准备，等待胜利的时机出现。就像一个猎人，他不能强迫猎物出现，他能做的是把陷阱布好，把弓箭准备好，把自己藏好，然后等待，等猎物出现的那一刻，一击必中。这就是形的概念，是你的基本盘，是你的防守体系，是你立于不败之地的基础。然后是势。孙武说：善战者，求之于事，不责于人。真正会打仗的人是从整体态势中寻找胜机，而不是苛责个别士兵的表现。他用了一个极其生动的比喻，积水之急。至于漂石者，是也；鸟之急，至于毁折者，节也。湍急的水流能冲走石头，是因为势头；猛禽俯冲能折断猎物的骨头，是因为节奏。势是一种积累起来的力量，是一种蓄积已久的能量，在最恰当的时机，以最精准的方式释放出来。你有没有见过那种人，他们在某个领域深耕了很多年，积累了大量的资源、人脉、经验、口碑，然后在一个时间节点突然爆发了，一下子就到了别人追不上的位置，那就是势。那种爆发不是突然的，那是长期积累之后的必然释放。孙武说：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真正会打仗的人造出来的势头极其险峻，但释放的时机极其短暂，就像弩机张得越满，射出去的力量越大，但扣动扳机的那一刻是瞬间的。这就是势的本质，是长期蓄积，短暂爆发。形和势合在一起，就是孙武对竞争的终极理解。先用形建立不败之地，再用势等待并抓住胜机。这是第四个底层逻辑，叫先立于不败，再求胜机。好，讲完了这四个维度，我们进入孙子兵法里最让人着迷的几个具体战法。先说奇正。孙子兵法的诗篇里有一段话，是我认为整本书里最有哲学深度的段落之一。孙武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打仗用正兵去正面对抗，用奇兵去出其不意的取胜。然后他说：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的变化是无穷无尽的。他用了一个极美的比喻：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音符只有5个，但5个音符的组合变化，你一辈子都听不完。颜色只有5种，但5种颜色的搭配变化，你一辈子都看不完。味道只有5种，但5种味道的组合，你一辈子都尝不完。奇正只有2个，但奇正之间的变化是无穷无尽的。这段话表面上在讲战术，实际上在讲一个更深刻的道理：规则是有限的，但规则内的变化是无限的。你掌握了基本规则，然后在规则内不断变、不断创新，永远让对方猜不透你的下一步。这在现代商业里叫什么？叫产品迭代，叫商业模式创新，叫差异化竞争。你的竞争对手以为你要走 A 路线，你突然走了 B 路线，等他们适应了 B 路线，你又切换到 C 路线了，永远比对方快半步，永远让对方处于被动追赶的状态。这就是以奇胜的精髓。但孙武说，奇是建立在正的基础上的，你必须先有正，有稳定的基本盘，有可靠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去玩奇。如果你的基本功不扎实，根基不稳，就去玩奇谋，那不叫聪明，那叫冒险，那叫赌博。正是你的护城河，奇是你的进攻矛头，两者缺一不可。再说虚实，孙子兵法的虚实篇是我认为最有实战价值的一篇。孙武说，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得，后处战地而驱战者劳。先到达战场从容等待对方的是以逸待劳，后到达战场匆忙应战的是疲于奔命。这句话背后的逻辑是主动权的重要性。谁掌握了主动权，谁就能决定在哪里打，在什么时候打，用什么方式打。然后孙武说了一句极其精辟的话：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想打对方，就算对方深沟高垒，也不得不出来跟我打，因为我攻击的是他必须救援的地方。这就是攻其所必救的逻辑。你不去攻击对方的强点，
你去攻击对方不得不保护的软肋，对方的强点是他精心准备的，你去攻击是以己之短攻彼之长，必然吃亏。但对方的软肋是他来不及防守的，或者是他必须保护的核心利益，你去攻击那里，他就必须分兵来救，他的整体部署就被打乱了。这在现代商业里叫精准打击竞争对手的核心业务。你不去跟对方的强势产品正面竞争，你去抢占对方的核心用户群，或者对方最重要的渠道，或者对方最依赖的供应商，逼着对方分散精力，逼着对方疲于应对。然后孙武说了更深一层的东西：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我不想打，就算只是在地上画一条线守着，对方也没法来打我，因为我让对方的进攻方向出现了偏差。这是什么意思？是说你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让对方搞不清楚你的真实意图，让对方的进攻方向出现误判，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你在东边大张旗鼓，让对方以为你要从东边进攻，但你真正的主攻方向是西边，对方的兵力被你吸引到了东边，西边就空虚了，你的主力从西边突破势如破竹。这就是声东击西的本质，也是虚实之道的核心。但孙武说，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做到行人而我无形，让对方暴露他的部署，而你自己的部署对方看不透，故行兵之极。至于无形，用兵的最高境界是让自己变得没有形迹可循。这句话让我想到了现代商业竞争里那些最顶尖的玩家，他们永远不会提前透露自己的战略意图，永远让竞争对手猜不透他们的下一步。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可能是虚招，也可能是实招，对方不知道该防哪里，只能疲于应对，最终精力耗尽，被动挨打。这就是无形的力量。再说九变，孙子兵法的九变篇讲的是将领在各种复杂情况下的应变能力。孙武列出了5种将领的致命弱点：必死，可杀，必生，可虏也；愤速，可无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反也。翻译过来，只知道拼命的将领可以被诱杀，贪生怕死的将领可以被俘虏，性格急躁易怒的将领可以被激怒而犯错，过于洁身自好爱惜名誉的将领可以用侮辱来激怒他，过于爱惜士兵的将领可以用威胁士兵来牵制他。这5条是将领的5种性格缺陷，每一种都是可以被对方利用的弱点。孙武在这里做了一件极其深刻的事，他把人性的弱点变成了战术工具。你的优点在极端情况下可能就是你的致命弱点。勇敢是优点，但过于勇敢就变成了鲁莽，就变成了可以被诱杀的弱点。谨慎是优点，但过于谨慎就变成了胆怯，就变成了可以被俘虏的弱点。有原则是优点，但过于在意名誉就变成了可以被激怒的弱点。爱惜下属是优点，但过于爱惜就变成了可以被要挟的弱点。这是一种极其冷酷的人性洞察。孙武在说，任何一种单一极端化的品质都是危险的。真正的强者是能够在不同情境下灵活切换的人。该勇敢的时候勇敢，该谨慎的时候谨慎，该强硬的时候强硬，该妥协的时候妥协。永远不要让对方摸透你的性格规律，永远不要让自己的行为变得可以预测。这在现代职场里叫情绪管理，叫人格式弹性，叫不被对方的节奏带着走。你有没有见过那种人，一被批评就立刻反击，一被挑衅就立刻爆发？那就是愤速可无也。你有没有见过那种人，特别在意自己的形象和名誉，别人稍微质疑一下，他就倾尽全力去反驳，甚至为此做出不理智的决定？那就是廉洁可辱也。孙武在2500年前就把这些人性弱点看透了，并且告诉你，这些弱点会要了你的命。这是孙子兵法里最让我觉得后脊背发凉的部分，因为他不是在讲别人，他是在讲你，他是在说你身上那些你引以为豪的品质，在特定情境下就是你最大的弱点。你要做的不是消灭这些品质，而是学会控制它们，不让对方利用它们。现在来讲孙子兵法里最具争议性的一篇，用奸篇。这是13篇里的最后一篇，也是很多人觉得最不道德、最让人不舒服的一篇。孙武在这里公开讲情报工作，讲如何使用间谍。他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大家都知道，但怎么知彼？靠什么？靠情报，靠间谍。他把间谍分成5种：阴间，
内奸、反奸、死奸。阴奸是利用对方当地的普通民众，内奸是收买对方的官员，反奸是利用对方派来的间谍给他假情报，让他带回去。死奸是派出去散布假情报的，任务完成后可能会被对方发现处死。生奸是能够回来汇报情报的。孙武说：五奸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计，人君之宝也。五种间谍同时运作，对方搞不清楚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这就是神奇的情报体系，是君主最宝贵的资产。然后他说了一句极其重要的话：故三军之事，莫亲于奸，赏莫厚于奸，事莫密于奸。整个军队里没有比间谍更亲近的关系，没有比给间谍的赏赐更丰厚的，没有比间谍工作更需要保密的。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竞争中，情报是最核心的资产，你比对方知道的多，你就比对方有优势。你对对方的了解越深，你的决策就越准确，你的打击就越精准。而获取情报是需要代价的，是需要关系的，是需要保密的。这在现代商业里叫竞争情报，叫市场调研，叫内部信息源。每一家顶级的公司都有自己的情报体系，他们知道竞争对手的产品路线图，知道对方的核心人才动向，知道对方的财务状况，知道对方的客户满意度。这些信息不是公开的，是需要主动去获取的。孙武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英明的君主和优秀的将领之所以能够战无不胜，成就超越常人的功业，是因为他们预先掌握了情报。这句话的背后是一个极其深刻的认知，大多数人的决策是基于已经发生的信息做出的，但顶级的玩家是基于即将发生的信息做出的。这就是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竞争优势。你比对方早知道一步，你就能比对方早行动一步。你早行动一步，你就能占据更有利的位置。你占据了更有利的位置，你就已经赢了。这是用奸偏的核心逻辑，也是孙子兵法整体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好，讲到这里，我要停下来讲一个历史上最能体现孙子兵法精神的战役，不是孙武自己打的，是后世的一场战役，叫官渡之战。公元200年，曹操和袁绍在官渡对峙。从纸面实力看，这是一场完全不对等的较量。袁绍坐拥冀青幽并4州，带甲10余万，粮草充足，是当时北方最强大的诸侯，是那个时代的绝对巨头。曹操地盘小，兵力少，粮草紧张，内部还有不稳定因素，是那个时代的挑战者，是一个看起来随时可能被碾碎的创业公司。按照常规逻辑，这场仗的结局是显而易见的，但曹操赢了。他怎么赢的？用的就是孙子兵法里那套逻辑。首先，曹操先做到了先位不可胜，他选择了官渡这个地方，依托地形建立防线，以守代攻，消耗袁绍的进攻势头。袁绍军队虽然人多，但粮草消耗巨大，战线拉得很长，时间拖得越久，袁绍的优势就越小。这就是持久战对大军不利的体现，也是孙武兵贵胜不贵久的反向应用。曹操让袁绍陷入了久战的消耗中，然后曹操等到了一个关键情报，他的谋士荀彧和郭嘉一直在给他提供极其准确的情报分析，而最关键的一个情报是一个叫许攸的人带来的。许攸原本是袁绍的谋士，因为家人犯法被袁绍处置，他一怒之下叛逃到了曹操这里，带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袁绍的粮草全部储存在乌巢，那里的守备力量相对薄弱。这就是用奸的威力，一个内奸带来了决定性的情报。曹操得到这个情报，立刻做出决断，亲率精锐骑兵连夜奔袭乌巢。这就是奇正的运用，正兵在官渡正面防守，骑兵绕道奔袭乌巢。袁绍得知乌巢被攻，手下将领分成2派，一派说赶紧去救乌巢，一派说趁曹操不在大营直接攻打曹操的大营。袁绍选择了攻打曹操大营，结果大营没打下来，乌巢的粮草被烧光了，粮草一断，袁绍的军队军心大乱，大量将领投降，10万大军土崩瓦解。这场战役完美呈现了孙子兵法的核心逻辑：先立于不败之地，等待敌方出现漏洞，利用情报掌握关键信息，然后以骑兵一击致命。
但我要说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细节，曹操在决定奔袭乌巢之前，内部是有反对声音的，有将领说许攸是袁绍的人，他带来的情报万一是假的，是袁绍的诱敌之计怎么办？这个质疑是合理的，但曹操选择了相信许攸，为什么？因为曹操对袁绍这个人的性格有深刻的了解，他知道袁绍的弱点是什么，他知道袁绍的谋士们之间有矛盾，他知道许攸投奔自己是真心的。这就是知彼的力量，你对对方的了解越深，你就越能判断哪些信息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曹操的判断是正确的，他赌赢了，也赢得了整个北方。但我还要说另一个角度，袁绍为什么输了？不是因为兵少，不是因为粮草不足，不是因为运气不好，是因为他犯了孙武说的那个错误，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但袁绍只有正没有奇，他的战略是用人多势众来压垮曹操，是一种典型的以多胜少的粗放型竞争策略。他没有孙武那种对形势的深刻理解，没有虚实的运用，没有奇正的变化，他就是一个拥有大量资源但不懂得运用资源的人。这在现代商业里叫大公司病，资源多了反而失去了灵活性，失去了对市场变化的敏锐感知，失去了快速决策的能力，最终被一个更灵活、更聪明、更懂得运用资源的对手打败。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了《孙子兵法》里另一句极其重要的话：胜兵若以碭称诸，败兵若以诛称特。胜利的军队是用 Z 去和猪比，压倒性的优势；败仗的军队是用猪去和戈比，以弱击强。这句话的含义是，真正的胜利不是险胜，不是靠运气赢的，而是在开打之前，你就已经在实力上、谋略上、情报上、资源上建立了压倒性的优势。你赢的时候是水到渠成的，是顺势而为的，不是拼死搏命换来的。这就是孙武的战争哲学，也是他的人生哲学。好，现在我要讲一个更深层的东西，我要讲《孙子兵法》里那个最不被人注意，但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主题，那就是孙武对战争的恐惧。对，你没听错，写出《孙子兵法》的人，是一个对战争充满恐惧的人，不是懦弱的恐惧，是深刻理解战争代价之后产生的那种清醒的理性的恐惧。你去读《孙子兵法》，你会发现孙武在整本书里反复强调的是什么？是不要轻易开战，是要把战争成本算清楚，是要在战前就把胜算建立好，是要尽可能用非战争手段解决问题。他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运而制战。君主不能因为愤怒就发动战争，将领不能因为一时的怒火就开打。为什么？怒可以复喜，运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愤怒可以平息，怒火可以消散，但一个国家灭亡了就无法复生，死掉的人也无法复活。这句话我每次读到都有一种被击中的感觉。在那个崇尚武力以战争为荣的时代，孙武说出了这样的话，他在说战争的代价是不可逆的，死掉的人不会因为你打赢了就活过来，被破坏的城市不会因为你签了合约就自动修复，失去的岁月不会因为你得到了胜利就重新来过。所以在你决定开战之前，你必须非常慎重地想清楚这场战争是否值得。这是孙武给所有统治者、所有决策者的最深刻的警告。但这个警告被后世无数人忽视了。他们读《孙子兵法》，读的是谋略，是战术，是如何打赢。他们没有读到孙武真正想说的那句话：能不打就不打。这就是我在开头说的那句话。《孙子兵法》不是一本教你打赢的书，它是一本教你永远不要去打的书。这个反常识的核心论点，现在你理解了吗？孙武的逻辑是这样的：战争是有成本的，而且是极高的成本。既然成本这么高，那么你就必须在开战之前把胜算建立到最高，把成本压缩到最低，把不确定性降低到最小。如果你做到了这一切，你会发现战争可能根本不需要打，因为对方已经被你的形和势吓到了，已经在谋略层面输了，已经在外交层面被孤立了。他没有勇气跟你正面交锋，这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真实路径。不是靠嘴巴说，是靠实力建立，靠谋略运营，靠情报掌握，靠时机把握。当你把这一切都做到了，胜利就是水到渠成的事。而那些真的打起来的仗，往往是因为一方或双方没有做好这些准备，
在不该打的时候打了，用不该用的方式打了，付出了不该付出的代价。这是孙武对战争的终极理解，也是他对人类生存智慧的终极贡献。现在让我们来讲《孙子兵法》在现代社会的映射。因为这本书不只是古代的军事理论，它是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竞争哲学。第一个映射是职场竞争。你在职场里面对的是什么？是有限的资源，有限的晋升机会，有限的薪资预算，以及无数个和你竞争这些资源的同事。这就是丛林法则的现代版本。孙武的逻辑在这里怎么用？首先算账，在你决定争取某个机会之前，先算清楚你的胜算有多大，你的竞争对手是谁，他们的优势在哪里，你的优势在哪里，你的武士是什么，你和上级的关系够不够好。这是道，你选择的时机对不对？这是天，你在公司里的位置和资源够不够？这是地，你自己的能力够不够强？这是将，你的工作方法和执行力够不够好？这是法，把这些都算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争。其次，先立于不败之地。在你发起进攻之前，先确保你的基本盘是稳固的。你的核心工作做好了吗？你的上级对你的评价是正面的吗？你的同事关系是健康的吗？这些是你的形，是你的防守体系。如果这些都没有做好，就急于去争。晋升机会就是以弱击强，就是用猪去撑，然后等待时机。不是每个机会都是你的机会，有些机会看起来很诱人，但时机不对，你的准备不足，强行去争只会暴露你的弱点，消耗你的信誉。真正的高手是能够判断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等待的人。等到时机成熟，等到你的事积累到了足够的高度，然后一击必中。最后用奸。在职场里，情报同样极其重要。公司的战略方向是什么？上级真正在意的是什么？竞争对手的弱点在哪里？这些信息不会主动告诉你，需要你去主动获取。通过观察，通过沟通，通过建立广泛的信息网络，掌握了这些信息，你的每一个决策都会比别人更准确，你的每一次行动都会比别人更有针对性。第二个映射是商业竞争。孙武的57计用在商业竞争里，就是竞争分析框架。你在进入一个市场之前，要分析什么？市场有没有需求？这是道。用户愿不愿意为这个产品或服务付钱？时机对不对？这是天。这个市场是否成熟？技术是否到位？政策是否支持？地理位置和渠道资源？这是地。你能触达的用户群体有多大？你的渠道是否畅通？你的团队够不够强？这是将，你有没有足够优秀的人来执行你的战略？你的组织架构和运营体系？这是法，你的公司能否高效地把战略落地？把这5个维度都分析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进入这个市场，要不要打这场仗。孙武的形和势理论用在商业里就是护城河理论。你的护城河是什么？是技术壁垒，是品牌效应，是用户规模，是成本优势，是网络效应。先把护城河建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再去谋求进攻。孙武的奇正理论用在商业里就是差异化竞争。你的正是什么？是你的核心产品，是你最基本的竞争力。你的奇是什么？是你的创新，是你的差异化，是你让竞争对手始料未及的那一招。没有正，你没有基础；没有奇，你没有突破。两者结合才是真正的竞争力。第三个映射是人际关系。孙武的虚实理论用在人际关系里是一种极其深刻的洞察。你有没有见过那种人，在人际关系里永远处于被动的位置？别人说什么他就信什么，别人提什么要求他就答应什么，别人的情绪波动立刻影响到他的状态，这就是行人而我无形的反面，完全暴露了自己，让对方随时可以掌控你的节奏。真正在人际关系里游刃有余的人是那些懂得藏的人，他们不会把自己的底牌全部亮出来，不会把自己的需求和弱点暴露给所有人，他们懂得在适当的时候表现出强硬，在适当的时候表现出柔软，他们懂得攻其所必救，在谈判里找到对方最在意的点，然后在那个点上施压，他们懂得先威不可胜。
在任何冲突发生之前，先确保自己的立场是稳固的，自己的利益是有保障的。这不是阴谋，这是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对关系动态的清醒把握。孙武的九变理论用在人际关系里是一种反脆弱的人格特质。你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可以被预测的人，不能让别人摸透你的性格弱点，然后利用那些弱点来控制你。你要有弹性，要有灵活性，要能够在不同情境下表现出不同的面貌。这不是虚伪，这是成熟。真正成熟的人是那些能够在各种复杂情境下保持清醒，不被情绪绑架，不被对方节奏带走，始终掌握主动权的人。好，讲到这里，我要做一个更深层的思考。《孙子兵法》这本书在今天这个时代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度竞争的时代，内卷这个词已经成了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标签。教育内卷，职场内卷，商业内卷，连娱乐都在内卷。每个人都在拼命，每个人都在焦虑，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跑得不够快，都担心被时代抛下。在这种背景下，很多人读《孙子兵法》读到的是竞争的武器，是打败别人的工具。但我认为，如果你只读到了这一层，你还没有读懂这本书。孙武真正想告诉你的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智慧，那就是在你决定参与任何一场竞争之前，先问自己一个问题：这场竞争值得吗？这场战争打赢了能得到什么？打输了会失去什么？成本是什么？代价是什么？如果打赢了得到的远远大于打输了失去的，而且你的胜算足够高，那就打。如果打赢了得到的和打输了失去的差不多，或者你的胜算不足，那就不要打。这不是懦弱，这是理性。这是孙武说的，主不可以怒而兴师。不要因为情绪，不要因为别人的挑衅，不要因为一时的不甘心，就冲进一场你没有准备好的竞争里。那样的竞争就算赢了也是惨胜，是以高昂的代价换来的一点点收益。就算输了也是你咎由自取，是你没有把账算清楚。孙武的智慧在今天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应用，不是告诉你怎么打赢，而是告诉你要学会选择你的战场。你不需要参与每一场竞争，你不需要对每一个挑衅都做出回应，你不需要在每一个赛道上都证明自己。你需要的是找到那个你有绝对优势的战场，然后在那个战场上把你的形建立起来，把你的势积累起来，等待时机，一击必中。这才是孙子兵法给现代人最大的启示。不是教你变得更凶猛，而是教你变得更聪明。不是教你不顾一切的冲，而是教你在冲之前先想清楚。不是教你赢得每一场战斗，而是教你赢得整场战争。这中间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赢得每一场战斗是战术思维，赢得整场战争是战略思维。战术思维的人每天都在打仗，每天都在消耗，每天都在应对眼前的危机。战略思维的人在大多数时候是不动的，是在等待的，是在积累的。但当他们动的时候，往往是决定性的。孙武是一个极致的战略思维者，他的整本书都在讲战略，讲如何在战争开始之前就赢得战争，而战术那些具体的排兵布阵在他看来是次要的，是在战略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才需要考虑的细节。这个思维方式是孙子兵法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现在我想讲一个让我每次想到都觉得悲凉的历史细节。孙武帮助吴王阖闾打赢了楚国，攻入了郢都，这是当时天下最大的军事胜利之一。但那之后孙武做了什么？他消失了。他没有像其他功臣一样留在朝廷里享受荣华富贵，没有争权夺利，没有继续扩张自己的势力，他选择了隐退。有人说他是功成身退，是范蠡那样的智慧，但我觉得他的隐退还有另一层含义。他看透了一件事，战争的胜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胜利。吴国打赢了楚国，然后呢？然后是更大的消耗，更多的敌人，更复杂的局面。吴王阖闾死了，他的儿子夫差继位，然后是吴越争霸，最终吴国被越国灭掉了。所有的胜利都是暂时的，所有的霸业都是一时的。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赢家，只有暂时领先的玩家。孙武看透了这一点，所以他选择了离开。他用一生的智慧写了一本书，告诉后人，战争的代价是极高的，胜利是短暂的，真正的智慧是避免不必要的战争。然后他自己也从这场无尽的竞争游戏里选择了退出。这是孙武的悲凉，也是他的超脱。他是那个时代最懂战争的人，也是那个时代最不想打仗的人。这种矛盾是一种极深的人生智慧。好，让我来做一个整体的总结。孙子兵法这本书2500年来被无数人读过，被无数人引用，被无数人奉为经典。
但它真正的价值被大多数人误解了。它不是一本教你变得更有攻击性的书，它是一本教你变得更理性、更清醒、更有战略眼光的书。它的核心逻辑可以用3句话来概括。第一句，凡事先算账，不打没把握的仗。第二句，先立于不败之地，再寻求胜机。第三句，能不打就不打，打就一击必中。这3句话不只是军事智慧，是人生智慧，是竞争哲学，是处世之道。它告诉你，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最重要的不是你有多勇猛，而是你有多清醒。最重要的不是你打了多少仗，而是你选择了哪些仗打，放弃了哪些仗。最重要的不是你赢了多少次，而是你有没有避免那些不必要的损耗。在这个内卷的时代，每个人都在拼命往前冲，都在参与各种各样的竞争，但很少有人停下来问自己，这场竞争值得吗？这场仗打赢了又怎样？这个问题是孙子兵法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问题。它不是一个消极的问题，不是在叫你躺平，不是在叫你放弃，它是一个清醒的问题，是在叫你想清楚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你愿意为此付出什么代价，你的胜算有多大。想清楚了再动，动了就全力以赴，一击必中。这才是孙武教给我们的事情。一个真正读懂孙子兵法的人，不会变成一个更好战的人，而会变成一个更懂得选择战场的人。他不会被每一个挑战激怒，不会被每一个机会诱惑，不会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冲进去。他会等待，会积累，会布局，然后在最恰当的时机，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这不是懦弱，这是最高级的勇敢。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不是冲，而是忍；最难的不是开打，而是在该等的时候真的等下去；最难的不是赢得一场战斗，而是在整个人生的棋局里始终保持清醒，始终掌握主动。孙武用他的一生以及他留下的这13篇文字告诉了我们这一切。2500年了，这本书还在，这个智慧还在，因为人性没有变，竞争没有变，生存的底层逻辑没有变。只要有人就有竞争，只要有竞争就需要这种清醒。最后，我想用孙武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内容：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真正会打仗的人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同时不放过对方任何一个失误的机会。这句话是孙子兵法的精髓，也是我认为现代人最需要的人生态度。你不需要每天都在进攻，你需要的是永远不让自己陷入绝境，然后等待属于你的那个时机。那个时机一定会来的，前提是你还在。读懂了孙子兵法，才算读懂了这个世界最古老也最现代的生存法则，不是比谁更狠，而是比谁更清醒。这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觉得这种解读方式让你对这本古老的经典有了新的认识，请点个赞，让更多人有机会听到这些被时间封存的智慧。订阅我们的频道，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解读更多被误读了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经典著作，《战国策》、《韩非子》、《史记》，那些古人用鲜血和智慧写下的文字，里面藏着的是这个世界运转最底层的密码。我们下期见。